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这两天这个国际贸易争端的战火又再一次打响了。不过这次呢，不是中美之间。24号有消息称，美国呢将向欧洲征收31亿的关税。美国这个关税大刀真的是停不下来。跟中国的关税协定还没有实质性的完全落实，现在呢，他又要把大刀砍向欧洲了。当天这则消息呢，也导致了欧元一度下跌，跌破了 1.13， 包括美股以及一些大宗商品，当天也是大幅下跌。其实除了这个贸易争端欧美在数字税领域也在打仗。数字税呢，就是那个数字服务税嘛，是专门针对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展数字服务业务，你比如广告媒体的收入来征收的一种税种。我们知道这个欧洲这些年在互联网领域那是极度落后，几乎呢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互联网企业，用的互联网产品，不管是这个基础领域的还是软件领域，都是美国的，所以每年都要向美国缴纳大量的税。欧洲人就希望美国把这个税降低一点，多次找美国人谈判。6月18号的时候，法国经济跟这个财政部部长叫勒梅尔，他确认了美国财长鲁钦已经致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4国的财长，宣布美国将暂停在经济合作和这个发展组织框架下的数字税的相关谈判。我们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到，欧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其实一点都不比中美之间小。美国几乎对全世界都关上了大门，竖起了贸易壁垒。有消息称这个欧盟已经要求 WTO 批准对美国价值是112亿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如果这个要求得到批准的话，很有可能会沉重打击美国的农民包括它这个煤炭产业以及美国的这个渔业。不光如此也有可能会打击到美国的大选。而且据说欧盟成员国最近这2天正在讨论一份旅行禁令国家名单，考虑对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旅客实行旅行禁令，就是不去美国旅游了，你也别到我这儿来了看来这个欧美的贸易摩擦正在激化，很有可能进一步打击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川普政府呢，对这个世界的贸易战看来是没有尽头的。咱们中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谁跟他有这种贸易关系，谁就有可能会接上关税的大棒。前2天美国也考虑对加拿大的铝征收关税，渥太华已经证明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关税就会在未来的几周里面会发生。美国现在真的是为了钱，跟自己最亲近的盟友都不放过。可能有人要说你说这个美国到底怎么以前我们印象里面那个开放的幽默的美国好像不见了，现在的美国怎么就这么穷凶极恶了，跟谁都要闹矛盾呢？难道真的只是川普总统的问题吗？其实美国这一系列好像不着调的贸易政策，说来说去就是钱捞的。当年强大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是真的没钱了。美国没钱了，其实我们在很多数据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这个财政赤字还是美债，有太多指标我们都可以了解得到。那么今天钱道就从另一个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美联储 FED 这2天要准备对这个美国银行界再一次进行压力测试。自从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每年它都会对银行业进行一个严格的测试。测试什么呢？就看一看银行业它是不是有充足的资金来抵御严重的经济滑坡，测试美国的银行界有没有能力抵御经济下行的风险。美国其实很多银行它这个资本都不够充足，这就是起初对他们实施压力测试的原因。只是今年的压力测试跟以往不完全相同以前的测试重点
无外乎3个嘛。首先第一个测试这个企业的债务，看企业会不会违约。如果说企业债务在不断的升高，那就有可能会有违约的风险。第二个呢，测试房地产的压力，这个房贷有没有可能还不出来呀？第三个当然就是测试那个失业率的情况，看一看失业率是不是在飙高。你像今年这一次美国的失业率呢，基本上不用说了，美国疫情还在扩散，所以失业率肯定还会飙升。前段时间失业率已经是20%了，5个里面就有1个没有工作做所以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真的美国经济衰退变严重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所以这一次呢，美联储对银行就进行压力测试，调整了一个测试的方法。为什么调整？因为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跟传统的外部冲击它不一样。美联储害怕怕这个银行没有准备它持有了很多的风险，持有了高风险的资产，所以呢做了调整。咱们用大白话讲简单一点就是他为了避免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你万一银行垮了，那美联储它就失去了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传输中介了。咱们稍微懂一点银行知识的都知道，商业银行是央行的货币传输中介，央行只发行基础货币 M0， 商业银行呢，它负责把钱贷出去，这样才能产生信用货币 M2。你说商业银行如果都关门了，还上哪里产生 M2 呢？怎么调整呢？美联储呢研拟了3种情境的推演我认为它给银行的压力测试还是比较权威的。第一种就是什么叫 V 型复苏1年有4个季度，6月马上就过完了，第3季度马上就开始。所谓 V 型复苏，那也就是第3季度经济就会开始复苏，而且呢，第4季度的产出和就业恢复到第1季度的情况。现在是第2季度第2季度美国经济是在谷底，第3季度复苏到跟第1季度差不多这样一个 V 型反转。这种情况当然对于美国经济来说那是最好的了这也是川普总统最向往 V 型反转，美国经济从此走出低谷。但是以我来看这种几率比较低，大概也就10%的可能性毕竟大家看一看，那现在美国疫情还是这么严重，而且已经有了2次爆发的迹象。第二种复苏呢，就是 U 型复苏就是第3季度、第4季度还都在谷底，就是今年躺平了这个谷底时间拉长了。那要说复苏的话，可能就要到明年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今年的经济数据那就有点难看了。那最后一种是最危险的 W 型复苏，就是银行它以为经济已经复苏了，但是居然又发生了第2次的严重下滑比如说第3季它可能复苏了，但是第4季度又掉下去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第4季度掉下去的冲击力道很有可能会比第2季度更大。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第3季度以为疫情控制住了，大力发展经济了，而这个经济也确实有所好转，没想到2次疫情大爆发，对经济造成了更可怕的冲击，经济又掉下来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极大的，它有可能会掉得更深。什么时候再起来，那可就不一定了，可不是短期之内就能恢复的。美联储新增的这3种假设性的情境，那我个人认为可能第3种 W 型概率最大，有50%的可能性会出现。其实我们也希望美国的疫情早点过去，经济早点恢复，是吧？毕竟美国它是第1大国，它的经济受到影响，那对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有影响。但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美国最近的疫情控制情况，每天新增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而美国大选又在即，川普在为大选造势，美国全面的复工复产。
到底疫情能不能控制住，谁也不知道，可能只能看美国的国运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美联储对美国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今天采用新的模拟情境。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美国目前整体经济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美股大涨是因为美国经济政策的需要，是美联储无限印钱的结果，为的是可以给实体经济的复苏赢得时间，把风险降临的时间往后延长。泡沫可以做大，但是大家都清楚，只要疫情一天没有控制住，实体经济就一天不会真正复苏。没有实体经济背书的泡沫，迟早都会破裂。好的，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钱道不胜感谢。